怎么回事？逆子！你这个畜生，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平日不学无术，疯疯癫癫，朕都忍了。可如今你竟敢一口气贿乱3个功臣之女，你是要坏朕国运？父皇，天策将军之女赵星瑶，内阁首辅之孙女慕云昭，淮南王之女南宫清月，他们3家可是为了我大景南征北战，是我朝镇守国门的定海神针啊！老六这个畜生，竟然趁他们昨晚被赵进宫，全给下药毁了清白啊！父皇，老六犯下如此滔天大错，还请父皇立刻下旨废除老六皇子之位，即刻处死。原来如此，是你设计我！三哥，你这混蛋！父皇救我！疯子，这疯子要杀人了！逆子，犯下滔天大错，还敢动手殴打皇兄，将他打入地牢，明日问斩。昨夜你不是说带我抓蛐蛐吗？蛐蛐呢？你骗我！抓蛐蛐？这老六疯了8年，平时连内宫大门都找不到，昨晚怎么可能精准的把3个重臣之女全给抓来？住手！咦，脏死了！父皇，三哥是坏人，他老骗我。这六皇子还挺会装。老六，血口喷人！昨儿我身体不适，在宫中睡了一夜，根本没见过你。再说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，你整日把娶这3位姑娘挂在嘴边，分明是你色胆包天！之前老六莫名掉入东湖，差点淹死。月初老六又突发重疾，差点病死。御医又因开错药方畏罪自噬。东湖有人见过你，御医又曾在你宫中当过差。老三，不会都是你所为吧？父皇明鉴，父皇明鉴，我从未害过老六，昨晚更没有怂恿老六来此房间之中。闹了这么大的动静，这3个姑娘都没醒来，可想这药下的可不少。你的意思是老六一个憨儿会下药？还骗父皇！就是你说的这儿有蛐蛐我才来的，再装我锤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是我！居然真是你！朕多次提醒，你们哪怕做不到兄弟友爱，也万不可相残。老六一个憨儿，你都要这般陷害，先前太子谋反，该不会也是你吧？陛下，赵将军首辅大人及淮南王妃在御书房求见。才发生的事，3个家族就都知道了。将这个逆子拖入地牢，李福，你亲自审讯。奴才遵旨。老六，随朕去见他们。爱卿们家的这3位长女真是才貌双全，要不入宫当朕爱妃，朕定全心对待。谁要当你爱妃？糟老头子！真是便宜你小子了。老六，你对这3位姑娘是什么感觉？赵星瑶睡觉时会打呼噜，慕云昭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高冷，昨夜搂我醉解。南宫，朕不是问你这个，朕的意思是，你真心喜欢这3位姑娘吗？喜欢，请父皇赐婚。我装疯8年，就是为了求存。可今天这事，表明那些人根本没打算放过我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拉拢3大家族。你整日疯疯癫癫，你喜欢也得人家看得上才行。现在这3位来兴师问罪，朕还不知要如何应对。一会儿你别乱说话。陛下，我赵家3代死守北境，祖父、家父相继战死，就剩这妹妹最为宝贵。6皇子竟毁她清白，请陛下严惩狂徒，给臣一个交代。老臣为官40余年，为大景编纂律法、税收、官吏等制度。老臣这孙女更是大境第一才女，今日只求陛下为她讨一个公道。陛下，南方的南蛮是我淮南王在瘴气之地厮杀20年，
死了3个儿子才压制下来，并且大井干涸的国库也全靠我淮南家垄断了江南的盐铁、粮食，这才得以填补。臣妾只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上来就自曝业绩逼宫，看着架势，要是结果不满意，他们直接就会反了。诸位爱卿皆为朕的股肱之臣，朕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。只是此事蹊跷，老六也是被奸人陷害。陛下，这是想替六皇子找借口。诸位爱卿别急，他确实被奸人陷害，并非朕想推责。李府已在连夜审讯，待查明真相后，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照陛下的意思，今日是给不了结果的，那臣妾只能以死明志，让淮南王来讨公道。王妃别冲动，放手！你干什么？丈母娘，可不要做傻事啊！你染指了我女儿，如今还要染指我？丈母娘大人，我是怕您做傻事啊！您要是……你喊我什么？这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丈母娘，事已发生，我也不会推责，定会娶了你们家的姑娘。我呸！六皇子，你倒是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配得上我妹妹吗？哼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陛下，六皇此番话无异于是嘲笑我等。您今日如不给个结果，臣妾定血溅当场。朕的皇子虽然有些疯癫，也不是那么的文武双全。他品性纯良，孝顺懂事，怎么说也是大景皇室血脉。陛下的意思，真要让3位姑娘都嫁给六皇子一人，以这种荒唐之事收场？嫁给朕的皇儿，就如此让尔等不堪吗？陛下，我等并非是瞧不起六皇子，而是我那孙女性子向来高傲，非才华横溢之辈不嫁呀。我就是啊。六殿下，我家妹子曾发誓，这辈子只愿意嫁给武功胜过她的男人，且还要有统帅之才，你恐怕办不到。没事儿，我可以练啊。岳母大人，要不你把清月的要求也一起说了吧？哼，我家清月非文武全才不嫁。哈哈哈，这不是巧了吗？等我练好武功，我不就是文武全才吗？怎么会带她一起过来？若是我的女儿，打死也不会嫁给这厚颜无耻的憨子。哼！六殿下既然如此自信，那不妨让老臣考敲一下。近日朝中因火耗一事争论不休，民间百姓更是因此而苦不堪言。六殿下是否有救世良策，解决此等难题？火耗？六殿下莫不是连什么是火耗都不懂吧？这憨子从未参政，又不读书，怕是要丢脸了。所谓火耗，乃是地方征收赋税时，因百姓缴纳皆为碎银，为了方便运输和清点，需重新熔铸成官银，熔铸时产生的损耗，即为火耗。他居然知道！哼，六殿下知道火耗来由并不稀奇，但可知朝堂重臣为何为此而争论不休？朝廷的税收不能有折扣，所以熔铸后损失的银两和百姓来弥补，但具体弥补多少，由地方官员说了算。如此一来，自然会有人借此中饱私囊，因此加重了百姓赋税。民不聊生，朝廷却又无力解决引起的。那这火耗一事又该如何解决？此事我劳心了半辈子，如果你能给出办法，我便认可你。这种朝堂难题，别说他一个憨子，就是当今状元来了，也束手无策。你若当我老丈人，那我就告诉你解决之法。你还真叫得出口啊！大言不惭！历年来，满朝文武竭尽心力，
都未曾替百姓解决此等蛮题。六殿下张口就言有解决之法，当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依着六殿下的语气，那我大井北运的异族，你也有法子解决了？赵将军若是想知道，那你得成为我大舅哥，我才告诉你法子。简直不知所谓！六殿下，此乃关系北境千万大井子民之大事，由不得你信口开河。你若点头同意，便知我是不是信口开河。如此说来，六殿下可真是能文能武。若是淮南王在此，怕是也要礼贤续诗，向你讨教如何平定南蛮之策。岳母大人，南蛮之地虽以部落各自为据，可一旦遭遇外壁压力，便会异常团结。这便是导致岳父大人迟迟无法平定南蛮的原因。不过小婿确实有一良策，能解决这个难题。哼，陛下，您听听，六殿下如此大言不惭、刚愎自用，如何能让老臣答应将女儿嫁给他？人可以无才，但不能无自知之明，更不能不知天高地厚。陛下，您若执意此婚，那就让六殿下在1个月之内解决民生、边疆和南蛮之地3大难题。若他真能做到，老臣心甘情愿把孙女嫁给他。这3件事，别说全部解决，就是解决其中1件，都可谓是天纵之才。陛下，末将也是这个意思。首辅大人果然聪明，这以退为进之策实在妙。以凌风那憨子脑袋，别说是火耗之事了，就是简单的政务也处理不了。陛下，我便代王爷做主，若六殿下能在1个月之内替王爷平定南蛮，清月便可以嫁给他。但若是做不到，那就请陛下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流放千里。陛下，老臣也认为淮南王妃所言甚是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父皇，你为我作证啊，绝不能让他们反悔啊！你还怕他们反悔？他们是怕你反悔呀。等此事结束，把你发配偏远封地做个闲暇王爷，也算对得起你了。既如此，此事便这么定吧。虽然昨晚我是被陷害的，不过事已发生，我会负责的。我一个文弱女子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。可星瑶和清月怕是不会罢休的，他们俩可都是练过武的，特别是星瑶，军中女将，武功极高。这混蛋现在怎么处置？没想好，要么直接把他阉了吧。就这么办，我去把我剑拿来。我操！夏女手下留情！醒了。3位女侠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星瑶姐姐，给。好你个文弱女子慕云昭，你居然随身带刀！刘峰，谋杀亲夫啊！你们3个有种就放开我，我跟你们单挑！哦，六殿下可真想好。当然想好，不过你是我娘子，我会让着你的。那便给六殿下这个机会，我来和你打吧。娘子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清月娘子，一会儿只要我搂住你的腰，就算我赢，如何？可以。还来吗，六殿下？不来了。那不行，六殿下，你还没有跟我过招呢。
别来了吧，娘子！揍他！现在我们相信你是被陷害的，但是男女授受不亲，此事你得给我们个结果。我和你们3家立下赌约，1月内替赵家解决军备、穆家内政问题，替淮南王平定南蛮之祸。做到就把你们许配给我，做不到我就贬为庶民，流放千里。就你还想娶我们3个？做梦！我立誓，只嫁才华卓绝之人。星瑶姐姐只嫁武功超群之人，而清月妹妹只嫁文武双全之人。六殿下敢打这不可能的赌约，还是有魄力。若是你能做到，我个人不是不能答应。我拭目以待。先打得过我再说吧。既然已经说清楚，我现在要去地牢找凌浩那个混蛋。昨晚就是他设计的我们，你们跟我一起吗？我先回去了，再待在这里会被说闲话。那姐姐，我们同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六殿下，请问来此何事？来看看李府审的怎么样了。先前贵妃娘娘带御医过来，说3殿下身体不适，已送去太医院诊治。我知道了。凌浩，你来干什么？父皇把你打入地牢，你居然跑出来，还过得这么滋润。放屁！我是生病了，母妃才把我带出来的，哪来的越狱？生病还能这么胡吃懒喝？我来好好的给你重新诊治一下。我跟你拼了！他这不是挺会打的吗？难道之前是真在让着我们？这一拳是你设局害我，设局的是二哥，不是我。这一拳是毁我3位娘子情绪！你整天喊着要娶他们，我这不也算是帮你了吗？哟，还敢顶嘴！这一拳是打你设局，为什么还不让生命煮成熟饭？这特么你也能怪我？不对啊，这六殿下以往传言都是胆小如鼠，整日疯疯癫癫的憨子模样，今日怎么感觉判若两人？陛下到！浩儿，我的浩儿，你这个孽畜为什么要打他？就算在你母妃过世后，你变得癫傻，但你也理应知道兄弟和睦的道理。可你竟然3番5次下狠手殴打皇兄，这分明是要弑兄！这贵妃来就污蔑六殿下弑兄，这可是杀头大罪，怕是想趁机除害啊！明明是三哥昨晚下药设计害我，我打他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三哥不是已经被打入地牢了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陛下，浩儿虽然犯了错，但怎么也是皇子，也怪臣妾教导无方，日后定会严加管教，求陛下放过他这一次。别装了，还不快起来下跪认错！父皇，儿臣错了，求父皇原谅，求六弟原谅。父皇，三弟此次的确糊涂，儿臣愿意代三弟向六弟道歉。六弟，你三哥再怎么糊涂，终究也是我们的兄弟，你揍也揍了，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二哥和三哥犯了错，会有个贵妃护着，这次就当是我不对，好吧？自目睹母亲遇害后，风儿便变得憨傻，我的疏忽也没让他得到足够的父爱，如今又被迫卷入皇子之争。唉，
六弟，还有什么？这老六倒也知道不能吃亏。老六，你疯了吗？打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二哥，刚才是我一时手痒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手痒？这个家伙莫不是疯了吧？如此局面竟然还敢打二皇子，还用这么烂的借口？父皇，您看到了吧？老六如此暴虐，且以下犯上，理应立刻打入天牢，以正律。我刚以兄弟大义让凌风原谅凌浩，现在只挨一拳让父皇严惩，这不等于打自己脸吗？六弟，你只要不生气了就行，二哥我不计较。老二，既然你想替老六道歉，那就送一座礼物给老六吧。老六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那行吧，但那礼物我能去二哥府上自己挑吗？朕准了。这局势我怎么看不懂了？三殿下有贵妃宝就不说了，你揍三殿下，贵妃当场扣个大罪；二殿下帮忙求情，你又当面给二殿下揍了，二殿下不生气，陛下竟然还让二殿下给礼物赔罪，陛下不会失心疯了吧？喂，你这么编排我父皇，是生怕天策府国域安稳吗？哼，你个憨子肯定也不知道，运气好罢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打赌你输了，是不是该履行诺言了？三殿下被他母妃保下，你还去找他干嘛？当然是去揍他了，陷害我娘子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谁是你娘子？你揍他不怕贵妃找你麻烦？咱俩打赌，我揍了他，我还能全身而退。你可答应我，要是我赢了，就带我去见老太君的。当然，我可不会食言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要找老太君？秘密，你就当我是上门见家长吧。哼，没皮没脸。可恶的家伙，等会儿看你怎么出丑。奶奶好。奶奶好。风儿见过奶奶。这就叫上奶奶了？你还真是来认家长的吗？这六皇子刚才喊我什么？哟，大舅哥，你也在呢。这家伙还真是厚颜无耻。娘子，你别害羞啊，其他几位你也给我介绍一下。哼，堂堂皇子竟如此厚脸皮，简直有失体统。都说六皇子愚笨不堪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闻名不如见面。就算皇子，那也要有真本事，才能成为我赵家的女婿。六殿下，请恕老身管教无方，这些族人平日傲惯了，六殿下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当然，本殿下与星瑶已有肌肤之亲，日后就都会是我的族人。虽说言语不敬，但本殿下不会放在心上。讽刺啊，挖苦啊，继续啊！一句肌肤之亲就能让你们全都闭嘴。混蛋！谁和你有肌肤之亲了？住手！不要胡闹！祖母大人，陛下已经下旨，让六殿法在1个月内帮助我赵家解决边关难题。如若成功，便会亲自赐婚。哼，我天策府何须六皇子来指手画脚？说句不中听的，六皇子可曾去过边关，可曾领兵打仗？六殿下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一些，趁早回你的皇宫，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吧。祖母大人，陛下旨意已下，还请慎言。慎言。昔年先帝御赐的镇国剑，在我家老爷为大景御战死后，被如二皇子据为己有。那剑是我天策府的荣耀，更是我天策府热血护卫们付出热血的证明。六殿下今日登门，定是有事所求。若能替老身把剑取回，那六殿下的事，我定会深思。老太君说话算话。自然说话算话。不过那镇国剑可是稀世珍宝，二皇子视为性命一般，就看六殿下本事了。谢老太君关心。娘子，你想随我去吗？呸！谁是你家娘子？等我一下，我要去。殿下，六殿下求见，说是来挑礼物的，要让他进来吗？哼，别把他带院子里来，我不想看到他。你直接带他去聚宝阁，让他随意挑一件就是了。殿下，
要不要老奴把一些珍贵的古董字画先藏起来？用不着，就这憨子的脑子，他懂什么是古董字画吗？唉，这么高的建筑当聚宝阁，这是刮多少百姓的民脂民膏啊！放心吧，娘子，这天底下的不公之事，我会出手的。得了吧，就你在城外连个府邸都没有。倒是提醒我了，想安身立命，不能总住在皇宫，看来得想个法子在外开府了。果然，这个六殿下是个没见识的汉子。六殿下，二殿下说了，这里的宝物随您挑选，请吧。哼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你赶紧去找镇国剑，趁着灵尊不在，咱们赶紧拿走人。你先去叫人，我在这里好好看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让你去叫人就赶紧去，不然这镇国剑你就不用想了。叫人干嘛？叫谁？你当我不知道天策府的人偷偷跟着我们吗？别废话，快去叫！怎么走了一个？六殿下，您挑好了吗？这聚宝阁里的东西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，您要是不会挑，老奴倒是可以代劳。的确不太会挑，你带我去上面2层看看。也罢，料想六殿下您平日里肯定没看过这么多奇珍异宝。今日老奴就带你开开眼界吧。这3楼竟然全是兵器，咦，中央那件如此摆放，难道是绝世神兵？六殿下倒是好眼力，这是真正的稀世珍宝。的确是稀世珍宝。不可！六殿下，这可是聚宝阁的镇阁之宝，二殿下不会同意你把此物拿走的。本殿下是奉旨挑选宝物，怎么就不能拿？就算灵尊来了，也得乖乖接受。六殿下真执意要如此吗？哼，怎么，你想拦我？你强夺此宝，就不怕二殿下知道后走不出这府邸？你只是一个空有皇子头衔的废物而已，拿什么跟二殿下斗？好，六殿下这一剑，老奴记下了。老奴这就去禀告二殿下，有胆量的话，您就别走。你疯了！居然敢在灵尊的府上打他的人，这样我们还怎么拿走镇国剑？这不就是吗？娘子，看来从今往后你家大门我可以随意出入了。真的是镇国剑？现在镇国剑已经到手，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走？一把镇国剑怎么够？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不也得救济一下？原来他打这些宝物的主意是为了百姓。你不会是想把整个聚宝阁都搬空吧？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娘子呢？咱们果然夫妻同心。你赶紧把人叫上来，跟我一起搬。你没开玩笑。算了，我就陪你疯这一次。这家伙真当本殿下是软柿子了，居然敢在我府上伤人，还要抢走我的镇国剑！来人，立刻跟我前往聚宝阁，我要看看他是否真有胆子当我的面抢东西。都小心着点啊！这些宝贝可是很金贵的，不能有丝毫的磕碰。等把东西搬完，本殿下请你们去醉仙楼喝好酒，吃好菜。都给我住手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抢我的珍宝！二哥，是你说让我随便挑的。他之前比现在还要嚣张10倍，不仅打了老奴，还说就算您来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
你刚不是说，就算是当着殿下的面儿，也要打死老奴吗？现在我家殿下来了，您倒是动手啊！哼，老六，你立刻让他们把东西给我搬回来，然后跪下道歉，不然休怪我不念兄弟之情。你小心着点儿，等会儿动起手来，我未必能时刻照顾到你。怎么能让娘子为我设限？你到后面去看着，我能摆平的。二哥，你当着父皇的面答应让我挑一座楼的礼物，难道你想抗旨？父皇说的是一座，不是一座楼。那我不管，有意见你找父皇去。殿下，他这是摆明了要坑您，就算您动手教训，那陛下也无话可说。哼，既如此，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臭不要脸的，你扯什么挠？娘子，你在后面看着就好。身后。二哥，现在我能带走我的礼物了吗？那就多谢了，二哥。还愣着干嘛？搬东西走人了？哦，你们都给我动起来，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二哥多看一秒就多心疼一秒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必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既然这么能打，为什么传言都说你是个废材？哦，你装的。那为什么你的衣服要穿成这样？你见过哪个憨子是正常穿衣服的？娘子，怎么样？现在镇国剑给你们拿了回来，二哥还物带赠送了这么多奇珍异宝，你赶紧多挑选一些，这些就当是我娶你的嫁妆了。我向来不喜欢金银珠宝，我只要镇国剑就行了。还有，想让我嫁给你，靠金银珠宝没用，我的男人那必须阳刚英勇。难道相公我今天还不够英勇？还不错，但是还不够。好的，瑶瑶，那么你给月月和昭昭带一份过去，毕竟你们都是我娘子，我不能厚此薄彼。瑶瑶、月月、昭昭，你这什么恶心的称呼，不准这么叫！还有，他们也不可能因为珠宝就答应嫁给你的。瑶瑶娘子，你们迟早是我夫人，你们三家都跟我打赌了的。你竟然叫得更恶心了，找死！正好练练，看你能不能打过我。六殿下，就这还想娶我？瑶瑶娘子，你不会真觉得为夫奈何不了你吧？这就累了，那该轮到为夫训妻的时候了。混蛋凌风，你居然敢打我屁股！哟，你是老虎啊，屁股还打不得了？你哭了，我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别哭啊！混蛋，你就是个混蛋！痛，娘子饶命啊！痛死了！殿下，
看够了吗，六殿下？老身说过，除非拿回镇国剑，否则你没资格进我天策府大门。奶奶，老太君，镇国剑我已经拿回来了。真的是镇国剑，老爷，您看，镇国剑回到我们天策府了。你居然真的能够取回镇国剑，那老身便说到做到。老太君，见外了。您可是先帝册封的一品诰命夫人，以后也是我奶奶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我向您行礼才是。祖奶奶，刚才他打我。休要胡闹！你的武艺，寻常3两人都不是你对手，六殿下怎么可能欺负你？六殿下大智若愚之人，又是皇子，怎会做这失身份之事？奶奶，您怎么这样？我走了。六殿下这些年装疯卖傻，看来应该是为了自保，但为何如今却不装了？看来上门当天，老太君就看穿了，看似刁难，原来是考验啊！既然老太君已然明了，我便坦诚吧。所以你想通过娶了星瑶来把赵家拉到你的阵营？老太君所说也不完全对，星瑶哪怕不是赵家女，我也一样会娶她。老身暂且相信殿下，可以二殿下的权势，天策府要是站你身后，怕是反而会被拉下水啊。没有我，赵家也不一定能够继续强盛下去。随着二皇子崛起，不管朝堂还是军中，不少势力都已经被收买，而我赵家又曾数次拒绝二皇子招揽，如今估计已经被当做了眼中钉。那老身便给殿下一个机会。赵家军如今物资全被二殿下控制，导致我赵家军在边关苦不堪言。若殿下能为赵家军解决粮草、辎重、兵器问题，老身便将镇国剑和赵家麒麟军一并赠你。但能不能拿得稳，就看六殿下本事了。至于娶星瑶一事，得看他自己的意思，老身不干涉。传闻中的麒麟军居然真的存在，而且就在老太君手里。一言为定。赵家麒麟军虽只有1000人，却在上百场战役中从无败绩。银钱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我不用再装傻了。赵家的军事我已基本拿下，下一步是拿下朝堂巨旗。穆家，我来了。二傻，你回来了！殿下，我想死你了！累死了！殿下，我肚子饿了。走，我带你去穆家吃好的。殿下，你真好。走，我们进去。见过六殿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多人在穆家？你来干什么？今日家中所来的宾客，皆是个来和家父商议政事。我来拜访岳父大人。你今天不该来的。六殿下真不愧是皇子，一出手便是这等皇族之物。他是谁？能代表你穆家？我是云昭的堂哥，自然能够代表穆家。六殿下今日来的不巧，我家伯父此刻正在议政，你还是先请回吧。我刚来你穆家，他就跳出来赶人，你就不管管吗？是你自己跑来丢脸的，想要留下就看你本事。这穆云昭不愧是第一才女，她居然能看懂我的眼神。你要不想丢人，还是赶紧离开吧。跟我家二娘子还真是心有灵犀，居然用眼神就能交流。六殿下沉默不语，又不离开，竟如此死皮赖脸。我最后奉劝一句，以你的才华，是配不上我堂妹的。
文正兄，此言差矣。六殿下曾是去过国子监的，只是后来被除名了而已。六殿下，此地是学习和讨论理政的地方，你既不读书，还是快些离开的好。而且，现在谁人不知你玷污了穆姑娘清白，还厚颜无耻的上门，你这不是欺人太甚？你这俩追求者，到底是在挖苦我，还是让你难堪啊？那就烦请殿下替我解围了。六殿下一直不说话，是因为理亏而哑口无言吗？这个二娘子可比星瑶难对付得多。我有些累了，先去那边坐会儿。这未免也太聪明和狡猾了吧！哎，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呢。你不厚道啊！你明明也讨厌这些人，却拿我借刀杀人。六殿下一口一个娘子，我可曾跟你计较过？哪来的山村野夫？让开！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好你个凌风，敢让下人打我们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你这仆人倒是对你还挺忠心。外面何事？为何如此喧哗？伯父，我等本在学习如何理政，结果却被六皇子下人给扔到门外。父亲，六皇子让下人羞辱我等，必须受到严惩。你自持皇子身份羞辱众人，我必要到陛下跟前参你一本。火耗一事，你至今尚未给个结果，今日又上门闹事，是何居心？岳父大人，是否我有意闹事云昭可以作证？今日登门，便是来告知火耗归公之法。火耗归公？你为诸位大臣正在商议朝政，不如各自提出自己的策论议政如何？正合我意。近些年，大井各地不断爆发干旱、洪涝，朝廷拨下银两救灾，但可惜天灾频繁，加上地方贪腐，银钱落入百姓手中寥寥无几。百姓为了生存，只能向当地地主豪绅借贷，但这些地主豪绅利息极高，百姓还不上，要么赔田，要么卖身为奴，已是苦不堪言。所以此次议题就一个，救百姓于水火。首辅大人，面对此等情况，朝廷可颁布法令，限制高利息借贷，同时拟定最高利息标准，并告知推广。如此，百姓们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再上当受骗了。卢兄所言真乃真知灼见啊！高利息被明文规定限制，的确可以有效杜绝那些地主豪绅剥削百姓，此乃上策。这法子漏洞百出，看穆老爷子和云昭的脸色，都听出这策论不切实际。卢公子所言还算中肯，不知道六殿下您是否已有想法？我确实有一青苗之法，每年秋偷两季粮食未成熟前，可让百姓再向官府申请贷款，贷款可在夏税时还一半，秋税时还清。若届时真无力偿还，则可用粮食抵扣，百姓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，朝廷又增加了税收，可谓一箭双雕。哼哼，六殿下此举依旧需要依托各地府衙，各地官员本就迂腐，定会强迫借贷，然后抬高还款利率，从而中饱私囊，这岂不是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？卢尚书，我这青苗可不是孤法，它与火耗归公是一体两面，请六殿下细细说来。先说火耗，全省定死税率，然后让百姓自己封好税银投进官馈，这样银钱便不经差役粟吏之手。接着所有税银全额收归省级藩库，拆成养廉、办公、赈灾3个专户，账目一式3份，分存州县、藩司、中央，每月张榜公示，每户缴多少，钱花在哪儿，人人可查，举报查实还能领赏。火耗的规矩立住了，再行青苗，从藩库借贷给百姓，本金就从火耗公账里出。州县衙门只管登记造册，半分现银都沾不上手。火耗拖住青苗本金于底线，青苗稳住火耗税基与民心，环环相扣。卢尚书觉得还有什么漏洞？善，大善！六殿下，此计谋微臣心服口服，
先前是我愚钝，还请您恕罪。无罪无罪。逆子，你向来自傲，此次得殿下教诲，还不认错拜谢？殿下才华横溢，还望原谅之前失礼之处。先前是我一叶障天，在此向六殿下赔个不是，都是为我大京百姓，我不会怪罪。娘子，我表现得如何？尚可，期待殿下之后的表现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殿下我就先回房休息了。想拿下他，看来得费点功夫了，也该去三娘子家看看了。三殿下，此乃南蛮之地特有的花茶，还请品鉴。茶不急着喝，我来此是有件事想告诉王妃。近日朝中不断有人提起要淮南王撤旧军回朝，父皇似乎也有此意。若让王爷撤军，那多年来王爷和将士们的付出岂不是付之一炬？况且南蛮不定，大景又如何面对北方铁骑侵略？淮南王南征已有2年，你王府为了支持王爷，也几乎耗空了修典，却一直无法彻底将南蛮一族生服。撤军就意味着战败，淮南王早年得罪了不少大臣，到时候整个王府怕是万劫不复啊！王爷为我大京立下赫赫战功，陛下不会任由其他人陷害王爷的。王妃所言甚是，但如果我二哥也对淮南王府出手呢？三皇子这是特意上门来威胁我们孤家寡女的。我只是告知局势，主要是想邀请王爷效忠于我二哥。王妃要是答应，二哥立刻会往南蛮送去大批的军资和银钱，必能帮王爷快速平定南疆。不过为了确保王爷的忠诚，清月必须下嫁我为妻。如此一来，你我双方便是真正的盟友。三殿下，请慎言。淮南王府就算真的万劫不复，也绝不拿自己女儿当做筹码。王妃倒是挺有气魄。您说王爷万一被判个勾结异族、有意延误战机，到时候死一个王爷可不够，这是诛9族的。如今朝堂一半几乎都是二皇子的人，王爷要是够顺利平定南蛮，获得赫赫战功，二皇子那也就不敢过于放肆。可依如今局势，难道我淮南家真在劫难逃？清月郡主，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，给你们半炷香时间，好好考虑考虑。三殿下不必恐吓，我既然是郡主，自然会跟整个淮南王府同生共死。你还是请回吧。郡主未免想的也太天真了，真到了那时，想死可能都……那个王八蛋偷袭本宫！是哪个王八蛋竟威胁我家岳母和娘子？看你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！老六，你个疯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六殿下，你这么打他没事吗？谢谢丈母娘关心，我没事。喏，你看，我连手都没破皮。我关心的是你的手吗？老六，你个疯子！3番5次辱我，来日我必100倍奉还。六殿下，你不因我王府受牵连？我揍他可跟你淮南家无关，和淮南王府有关吗？无关，无关。一个权势在握的三皇子，居然怕一个憨子。以后不准再打淮南王府主意，听见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记住了就快滚！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我会让你还回来。今日多谢六殿下解围，也牵连殿下陷入这水火之中了。丈母娘不必在意，你答应把清月嫁给我就行。六殿下有恩于我母女，但我淮南家绝不会把女儿当做筹码。好吧，那就待我完成赌约再谈。二傻，把礼物搬进来。这二傻长得也太大了吧！清月，这是里面都是一些奇珍异宝，我特意挑了一箱子给你送来的。母妃，把这些珍宝卖了，就可以填补边关的物资问题了。娘子，你刚说边关物资，怎么朝廷没有发放吗？六殿下有所不知，来这边请坐。
王爷与南蛮的战争持续了太久，大小战役无数，加上抚恤金损耗太大，军资从1月一回变成2、3月一回。王府的敌对势力有二皇子撑腰后，立刻落井下石，想要拖死王爷，导致如今物资已足足半年未曾发放。这些人也不想想，南疆安稳，我大景百姓才能安稳，这是为天下百姓，不是为我淮南家。我们已想好，就算耗尽王府家底，只要能换来南疆百姓安稳，足矣。届时我和王爷带着清月解甲窥田。母妃，咱岳父大人还缺多少军资和抚恤金？六殿下孤身一人，不宜插手。今日殿下能为我和清月解围，我已是感激不尽。岳母大人无需担心，我既打算娶清月，那淮南王府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殿下还是洁身自保为好，你斗不过的。王府能发展到今天，还得全靠我家清月。她自小就精通算学，在商业上极有天赋。淮南家的所有生意，在清月15岁时，便已全部由她在打理。请六殿下别见怪，之所以反对你和清月的婚事，是因为我淮南家如今已是势弱，随时都有可能覆灭。一是不想牵连殿下，二是六殿下您并不能给王府带来任何助力。那日我已经告知王妃平定南蛮的策略，相信王妃当时就已明白此计绝妙。我还好奇为何迟迟没有实施，原来背后还有此等隐情。镇南军的军资归户部管，不就是军资吗？我这就帮你们去要了。六殿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我来之前，在首府大人家刚好遇到户部尚书，我们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流。你若信我，就跟我一起去户部，我保证今天把军资给你要回来。母妃，我愿相信六殿下，反正结果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，我陪他去一趟。大人，前日各地税赋已经清点清楚，共计3324546两，您看这笔钱怎么安排？大人，半个月之前，二皇子派人来户部，说是他那避暑山庄今年需要重新修缮，想跟我们借点银子。借多少？100万两。二殿下避暑山庄前年才修缮过，这么快又要修缮，看来是上次施工不力导致。去把人找来问罪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二殿下劳苦功公，一心为国，修缮避暑山庄此等大事，不如借他200万两，如何？陆大人此言有理，陈大人，你就这么去安排吧。大人，这银子都借给了二殿下，那这个月的开支……卢大人这么慷慨，那要不也借我200万两如何？微臣见过六殿下。卢大人，你我也算是好朋友了，咱们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？谁跟你是朋友？你若非有皇子身份，不然给老夫提鞋都不配。不知六殿下突然来我户部，所谓何事？没什么，就是学我二哥跟卢大人借个100、200万花花。殿下您是皇子，哪里需要借钱啊？再说户部的银子，那也属于朝廷的，我只是一尚书，可不敢做主。你一个废物皇子，还想替淮南家借银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够分量吗？为什么二哥能借，我不能借？六殿下，你许是听错了。自古以来，哪有皇子跟朝廷借钱的道理？我再问一次，借不借？六殿下，这真没有借钱的先例呀！他疯了吗？殿下这一拳也太轻了，揍我都比这个重。他揍你？比武喽，我就没赢过。这里是户部，你竟敢当众殴打朝廷重臣！我要去找陛下告御状。朝廷重臣，就你卢鸿生这样子，也配为臣子？再问一次，灵尊借的，我借不借的？我要去面见圣上，检举。卢鸿生，本殿下最后问一次，我能不能借？借，我借。你看你，我进来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好朋友，你非得跟我见外，现在被打一顿，通透了吧？二傻，你赶紧去里面搬银子。是。卢大人，这么多银子，光靠我和二傻怕是办不完。你要不好人做到底，派几个人帮我搬走。陈卓，你去叫一些衙役过来，
替刘殿下把银子搬走。是，大人。强抢朝廷的税银，陛下知道后肯定会严惩，搞不好六殿下会因此被贬为庶民。娘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了。还愣着？等会儿卢大人就该反悔了。我是在干嘛？居然对一个疯皇子动了心。现在咱们去哪儿？当然赶紧把抚恤金发了，这要是不发，等会儿就发不成了。我替淮南家将士们感谢六殿下帮助，只是……娘子不必多礼，那老小子肯定已经去找我父皇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但父皇得知后，绝对要让我把银子吐出来，所以我们得赶紧找王妃通知镇南军的家属，争取把抚恤金全部发完。谢谢你，林峰。看来还是小教主好哄，不像二老婆。你立刻去通知二殿下，把此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殿下。我要不让你凌风被贬为庶民，我就是你孙子。这么多银钱，你说的借来的？哎呀，母娘，此刻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你赶紧下令让所有镇南军的家属来王府。好，我这就去叫人通知镇南军家属。今天我们真的能领到抚恤金吗？王妃都让人把我们叫来淮南王府了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发银子喽！把银子全部倒在院子里。银子，真的是银子！我们终于能拿到抚恤金了。老身在这儿谢谢王妃了。老人家，这可万万使不得！你们的儿郎都是我淮南王府的兵，同样也是我淮南王府的人。这次大家能拿到抚恤金，全靠六殿下帮忙，冒着巨大的风险从户部拿来这些银子。六殿下万岁！六殿下万岁！六殿下万岁！大家先别激动，咱们先抓紧把抚恤金领了。岳母大人，抓紧吧，免得迟则生变。按名册发放。面对平民百姓，他也没有一丝高高在上的皇子模样。娘子，这些银子应该足够发放抚恤金了吧？如果还有剩余，就全部给我岳父大人送去南疆。殿下这一声声娘子是叫得越来越顺口了。若你能完成与母妃的赌约，我就答应真的当你娘子。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，到时候别反悔。不过，御前侍卫，六殿下，奉陛下之命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行，走吧。六殿下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。你们抓紧点才是。陛下，那可是朝廷的税银呐！六殿下说抢就抢走了，如此无法无天，陛下呀，你可不能再轻饶了六殿下呀！罗爱卿，你先起来吧，待老六到了，朕当面责问。六殿下到。这次我看你死不死！凌风，你还不跪下认错！父皇，你想儿臣了。老六，你少在父皇面前卖弄装傻。父皇叫你来是问罪，不是来跟你扯家常。父皇，您说我哪里做错了？儿臣一定改正。老六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是耳朵聋了还是故意装作听不见？我在和父皇说话，你三番两次的打断我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是觉得你比父皇还要大？我必须先跟你说话才对。父皇，儿臣绝没此意，只是急于替卢尚书抱不平，这才急着开口而已。行了，用不着解释。老六，卢尚书告你强抢户部税银，可有此事？父皇，我可没有抢，只是替他们给镇南军发放抚恤金而已，总比二哥借去修避暑山庄好吧？我可听见的要借200两。陛下，他从未提起关于抚恤金的事，张口就要强抢税银，当时很多户部的同栏都看到了。老二，可有此事？父皇绝无此事，儿臣的避暑山庄一直好好的，根本就不需要重新修缮，更没找户部借钱。那么就是老六在污蔑你了。
你自己说有没有？陛下，据老臣所知，六殿下来前正在王府给镇南军家属发放抚恤金，此乃赤子之心，方法虽不妥，初衷无错。这老六倒也替朕解决了一桩心事，先前一直碍于国库吃紧，迟迟没有做出发放抚恤金的决定。罗爱卿，既然如此，此事作罢如何？这个，若是继续揪着不放，万一查出自己常向户部挪借银两，反倒得不偿失。该死的老六，又让你逃过一劫。陛下，首辅大人言之有理，之前是微臣太过偏执。听说了吗？这次诗会，六殿下也会参加。六殿下，你说的是那个憨子？就是他。听说是为了追求幕府的穆姑娘，想来证明自己的才华，还挺热闹。大娘子、二娘子、小娘子，你们居然都来了！听说你要参加，当然是来看你笑话了。加油哦！